好，我们今天来介绍一个驾训班的一个教练的网站哦。那它这个网站呢，有它的介绍，然后有开课日期跟结训日期的一个列表哦。那整个列表在这边哦，那里面就是有其他的一些说明哦，影片这些报名的资讯。那我现在呢要做一个，因为它时间到了呢，那他们这边的一些开课的时间呢，它要消失，或者是以前都是手动啊，因为这个东西是怎么做的呢？它在 Elementor 就用 Elementor 把它打开来，你会看到这样的东西。那它是用这个是用内部段，你也可以用文字的方式用标题在这边输入第一个标题、第二个标题、第三个标题，它会帮我们排列起来。那你用 Container 把它装起来。好，它就可以这样一排一排，一个 container 一个 container 这样排起来。好，那它是以容器为一个单位呢。好，那我们现在点它，它就是这是旧版本做的它是用内部段的方式。好 ，inner section，我们在后台这边，从外挂这里面，去安装一个外挂。这里面有好几个啦，我们用 visibility， 你输入这个字，可视度可以看到的一个能力了那你可以装这个，你也可以装，只要有这个这个是 Block Visibility， 它是给那个区块编辑器用的。好，那你要看到说它是 Visibility for Elementor。好，那我们是装这一个Visibility Logic Elementor 用的可视化的一个逻辑判断就是你要让它看得到看不到都是由这个外挂来做一个协助。好，这个就不需要去写语法然后来控制它。这个安装好之后呢它就可以来让我们使用来帮我们做一个显示。好，那上面这边还有一个用 if menu 就选单可见度的控制那你也可以用这个外挂来做一些调整就是我们的选单的部分。我们现在装的这个 Visibility Logic for Elementor 呢，它就是专门给 Elementor 做的那它这个地方呢，我可以用什么为单位？你只要选物件每个物件上面这边都会多一个叫做 Visibility 的一个分页。那我们现在呢要做的不是这个标题的一个可见度的一个控制我们现在要做的是这个每一个时间表。那这里面你打开的时候就是点它之后呢，等一下这个时间只要超过了12月2号，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是看日期电脑的时间是12月10号了那这一段呢，我可以手动的按叉叉把它删掉。可是每一次都要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就很麻烦我们就是来做一个设定，只要超过这个时间那个电脑在跑，它自己判断，只要超过时间，它就把它隐藏起来。那我们要做什么动作呢？点它之后，选它之后呢，从这个地方的 visibility enable， 我们要让这个逻辑状态呢产生那做什么动作呢？让它秀那你看我这边可以翻译，满足条件的时候，这个元素要隐藏或者是显示那什么状态下会显示呢？我们要让它在这里面有一个这个就是条件的形态有好多种，或是至少要一种，全部显示或是只显示一种，至少一种。那我们现在呢，就是选择这个时间。刚刚我们看到的是说，在那个状态，在这个时间状态内呢，它会显示的意思。好，那如果不在这个时间状态内，它就会消失那我们现在把它打开来，我们来设定它 from 从哪里的时间到什么时间。那我现在希望是在这个时间之内都看得到的话，我们下面所有的都是一样它虽然还没到，可是它要看得到。好，那时间就以可能我现在的这个时间为准12月10号，然后下面全部的 from 都改成12月10号就是今天。那它就在今天以后的时间点呢它就不会去做隐藏的动作。在这个我们设定的时间区间内呢，它不会消失，它会显示出来。超过了它就会隐藏那怎么做呢？我们先设定这一个好了。好，那从什么时间开始？因为这个已经过了所以我要把它调整到这个的开始的时间之前10月2号好了，到12月2号。那我们现在设定成今天或者是你设定成当天因为理论上是我们现在这个表
任何一格，它就只要超过它的截讯日期，它就要消失。那我们就是以它加1好了哈，就是3号才要消失。那现在3号跟28这个里面的时间呢，虽然已经过了哈，就是我们设定的这个时间区段呢，它已经过了，所以它在这个区段内会显示，过了就不显示，而且是包在整个整个这个框框里面的东西都要一起消失。好，那我们的条件是设定说，它必须显示在我们刚刚设定的这个时间内。好，超过这个时间它就会消失的意思。好，那这个动作设定完，我们把它发布一下。好，那我们回到前台哦，你看它还是在，然后我们用重新整理来看一下，因为我们已经现在超过那个时间了哈，这个时间区间已经是10号了哦，那我们设定3号，它也是超过了，所以它就消失了。对于这个呢，它的后面这个日期，我每一段我都把它设定好，好，它以后我们就不用管它了哦，只要时间到，它就自己一个一个的消失。好，那这个就可以达到说，用这个方式去控制说，我们不用每一个时间就上来，每个截讯日期我们就上来把这个关掉，这样麻烦，让系统的时间它自己去判断就好了。好，我们再做一个，我们把下面它这个后台是在哦，你看我设定完，它这边就会多一个眼睛，有没有看到？好，这个浅浅的眼睛。好，那我们点下面这一个。它的开始时间呢？好，一样，其他都不用设定了。我用一个 visibility， 它的可见程度好，把它逻辑判断打开来。我们要让它显示在什么区间之内呢？这个时间区间之内，哪一个时间区间之内选给它？我们要在11月14跟12月18之间。那11月14已经过了，可是我还是要让他看得到，因为他还没有结讯嘛。好，那结讯之前都要看得到的话，代表我要在这个时间之前，好，就是可能让他从早一点好了，好，11月，好，当天好了哈，然后到他的一个，反正这个时间不能超过今天就对了。好，这个时间如果是今天12月10号或者12月11号，好，就是我们现在的时间没有落在这个范围内，它就会消失，它就不显示的意思。好，那我们刚刚就是设定在这个范围内到12月18还没到哦，所以时间到了它就会消失。那我们多一天19号，想报名的人看到说啊，这个会多一天，说它已经过了，他就不用再报了哈。那你会发现我们刚刚设定了2个，这个地方有眼睛，这地方有眼睛，下面还没有设，所以是没有眼睛的。那我们把它发布一下。好，存好了之后，我重新整理一下，现在还是会看到这样而已啦哈，因为时间区段还没有到。OK 哈，好，那时间到了之后，它自己会消失，然后那这个部分呢，依序把它都完成哦。我们这个开课时间表哦，它时间到就会慢慢一个隐藏起来。好，那看你有没有需要再去把它删掉了哈，因为明年的时候我们会输入新的，那这个时候你只要进来这边改这个标题新的标题把它打一打，又是新的一年的。好，那这个时候呢，你设定完成，再把这个整个时间区段，好，再来做一下调整。好，调整完之后呢，明年的这个时候它会再消失。好，那还没到的东西，它就是会再打开来。好，这个范围内的一个动作。好，那你就是可以试着操作看看哦。我们在刚才的后台这个外挂这边，你可以安装这个 Visibility Logic for Elementor， 好，这个部分，好，来试试看。好，那我们这个范例呢，就介绍到这边。